说完了。赢家已诞生，恭喜这2位获得本店中蜻蜓！我的天哪，我们终于赢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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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差异。阿燕，这个在人间叫糖葫芦，可甜了。我帮你。人那么多，别走丢了。走。吹皱月华，偏跹落花，如今叫人云天涯。心动在月下，悄悄发芽。我在你眼神中融化，在我的心上，小河远空的夜照亮，人间在我唱，我想一直这样在你身旁。这里是人间的姻缘词，这个叫同心锁。只要把同心锁挂到这些红绳上，就代表2个人永远不会分开。许多相恋之人都会来这里祈福的。挂这吧。挂这个。要上锁喽。好了。你为什么把钥匙扔掉？扔掉之后怎么打开啊？不用解开啊。古静阿英，锁死了。古静，啊，阿九，别爽！来，1日期限将至，快让我看看你们的成果。阿九，我们的事晚点再说啊。来。完成的不错啊。你们呢？肯定没动静啊。哦，这不是变得挺大的吗？就是颜色淡了点。这什么时候长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哎，对啊，什么时候长成这样的？你们什么都没做哈。哦，哎，没事没事，这个颜色淡就淡些吧，哪那么多旗鼓相当的爱情？不过，这果子真的有点小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。要催熟果子，就只有拿出我的终极办法了。
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有情人一起步入婚姻，就表示这段婚姻修成正果。所以成亲是催收炼元果最好的办法。那如果成亲都作假的话，是不是不大好？你别担心，只要换上这个衣服，完成既定的仪式就可以了。再说了，又没有3书6礼，这都不算数的。哎呀，这荒郊野外的，只有我编出的这2间小木屋，又没有人知道。你们自己别说漏了嘴就行。我才不说呢。谁说谁就遭雷劈。好，那事不宜迟，我们快点开始吧。等一下，阿姨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，帮我拿下。哦。阿英，你可终于回来了，很适合你。这个送给你，你把它买回来了，喜欢吗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怎么还受伤了？我去帮商铺挑了几车货，就赚了点钱把它买回来了。对我来说小菜一碟，没什么的。自己搬的？对啊。其实一个竹蜻蜓也不值得要去做这些。怎么不值得？你那么喜欢它，我就想把它当做我的聘礼，送给你。三生石都说了，这都不是真的，所以不用去。虽然成亲是假的，但我对你的心意是真的。这是在演戏，对吗？阿印，你在卷线录上写的第一个人是我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一直都弄错了一件事情，而且错得很离谱。我搞错了喜欢这种感情，直到在百鸟岛上的那一天，我才知道，我想看到戴上炫星凤冠的人是你。阿印，我喜欢你。我想，纵然没有主仆契，能不能结一个姻缘契，让我们一直在一起？你愿意吗？你说你喜欢我？你没听清啊？那我再……我听清了。那我的聘礼，你愿意收下吗？别磨磨蹭蹭了，赶紧拜完堂。你看这鬼地方。催什么催啊，臭狐狸！你以为我不想啊？好，快点快点。大功告成。你干嘛啄我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踩到裙子了。胡子王子啊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？我有吗？哦，
怎么可能？这该不会是你的初吻吧？我。 你们俩刚才靠那么近，你没对阿英做什么吧？要你管？奇怪，怎么回事？是他们的红线断了。贤竹，贤竹师兄，不可能！我从未听说过师兄有什么相好，而且那个婉月，仙界里没有这号人。这是一对仙凡恋，这个婉月是人间女子，这个贤竹是大泽山弟子。难道是？这名字上怎么有血光闪烁啊？糟了，他们要接受天罚。天罚？嗯。 帝君，贤竹不过是一时糊涂，还请念在其初犯的份上，手下留情。贤竹师兄，我师弟有伤在身，若是3世纪紫电蛇灵鞭打完，只怕仙元重创，性命难保啊！受帝君手下留情。我受凤渊天帝之托，代为管理仙界，便只依天律天规。若是徇私枉法，今后该如何管束天宫？敢问蓝风帝君，仙凡不能相恋，究竟是何种律法？依据来自何处？无知，仙界律法乃历代天宫管理者所定，仙凡两界本就有别，尊卑贵贱不可逾越。如此罔顾礼法，随意苟合，岂不祸乱仙凡两界？人族肉体凡胎，本就没有半点仙理，如何祸乱仙界？仙族儿想下凡，得向土地拿到灵牌才能够拥有仙力，又如何祸乱人界？我们本都是祖神擎天所创之神灵，为何会有高低贵贱、3、6、9等之分？好一个牙尖嘴利的丫头！今日若不替大泽山管教你一下，天宫尊严何在？
住手！帝君，他藐视天宫，污蔑本官，为何不让我教训他？阿因关心则乱，才会有所逾矩。帝君，律社大法，理顺人情，请给贤竹师兄一次改过的机会。阿因，祖神擎天将世间分为神仙妖、幽冥、人，各设界碑便有其深意。天地万物各行其道，稍有不慎，便会乱了其因果。婉月命中无仙缘，这是天道；而贤竹为他避开人世一劫，这便是逆天。逆天之举必遭天谴，这无人可以幸免。帝君，贤竹触犯天规，是我管教不严，恳请帝君允我分担一半鞭刑。师兄，山门有训，凡我弟子，情同手足。若蓝风帝君不愿撤回责罚，古镜愿为师兄分担。阿姨也愿意。弟子愿为师尊受罚。帝君，大泽山同门情谊，感人心脾。仙界虽未有先例，但这法不外乎于人情。大泽山河中共济之情，本君难以拒绝。基于紫殿蛇灵鞭的威力，本君宣布，只有达到下君级别的弟子，才可为贤竹分担惩戒。师兄。师兄，贤主有愧师尊的教导，有愧大泽山的期许，不要再为我受伤了。此情此意，贤主铭记在心。剩下的就让我自己一人受着吧。帝君，罪犯贤竹已无声息。二师兄怎么样？师弟的仙元已离体，我只能先用仙术把这副躯体保存起来。如若不能及时找回仙元，这副躯体恐怕也支撑不了太久。我想到狐族有个宝物，或许可以救贤竹前辈，我这就去取。哎，小殿下，小殿下，都怪我。没能带来制魂草。既然狐王不肯借，也没有办法。你有这番心意啊，我大泽山已是感激不尽了。师尊，梧桐岛凤鸣长老求见。快请。是。
贤善县长。燃魂灯，这燃魂灯是因为当初为了寻找凤影的仙源，损耗了过多的灵力。若将强大的灵力输入进去，补充损耗，便可以暂时将其修复。只是维持的时间非常短暂。强大的灵力，我等合力可否完成？恐怕不行，必须要半神以上。半神？可是现在师尊、天帝都不在，我们要上哪儿找半神啊？其实，我有一个法子。凤鸣长老，但说无妨。每一个洞府都有自己的仙脉，仙脉的灵力之强，不亚于半神之力，也可以暂时将其修复。但仙脉的灵力磅礴醇厚，不好操控。凤鸣长老，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？贤善长老，请放心，此灯乃我们梧桐岛代代相传之物，再强大的灵力输入进去，也不会外泄。这一次，我也是和凤族其他几位长老商量过后才前来的，只希望我们梧桐岛能为大泽山尽绵薄之力。燃魂灯必须要在仙元离体的12个时辰之内做法才会有效，如今只剩下最后1个时辰了。好。这个阵法可以在仙元离体后保证肉身不毁，不过切记，时效只有1个时辰，超出这个时效，怕是仙元不归，肉身不保。仙珠师兄，仙珠师兄，在那儿。王爷。仙君，你扰乱我幽冥界多时，幽冥王命我将你带走。是的，抱歉，我只有带他走。师兄，走吧。是幽冥王。糟了，时辰快到了，若是还不回来，怕是会出事。仙珠长老，没事吧？没事。糟了，师兄被敖哥扣下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有3生石。走。什么？式神花种就这样被你毁了？那幽冥王的灵力如此强盛，发生这样的意外，我也万万没有想到。你虽然花种没了，但是我在仙脉的入口处留下这道秘符，凭此秘符进入结界，就不会被人发现。贤卓现在生死未卜，
我们还有时间，只是还需要找到一枚花种，再凭此秘符进入结界，一切就尚可挽救啊！如今3界最后一枚弑神花种就在你们仙界，你想办法把它取回，我自会命人种下。仙界怎么会有魔域的东西？有，就在天宫秘库。三生石我们给你带回来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就算把我绑来也没用，做不成天地月老，我还是要走的。这次不好意思啊，下次再赔罪。你们终究还是来了。拿这块令牌去钟灵宫，便可会见幽冥王。多谢，多谢。走吧。亏我把他们当朋友，居然这么对我。你嘴上说是生气，不也还是帮了他们吗？仙竹的红线总归是我牵的，我总不能真的不帮他们吧？不过啊，我这次回来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。这双尊贵的手，我好久没有摸过。又犯花痴，我可不是他。贤竹的仙寿原本未尽，但他偏偏要用这仙元擅闯我幽冥界，扰乱我界规矩。他这不是找死，是什么？敖哥陛下，我师兄刚刚痛失所爱，又受天罚，才会误入幽冥界。还望陛下网开一面，放师兄与我们团聚。一句道歉就能一笔勾销吗？那他破坏了我幽冥界的规矩，你要如何赔偿？敖哥陛下，如何赔偿都可以，我们绝无怨言。如此，我若要是……不对，我来帮你们的。按照规矩，只要持修岩楼的会客令牌来见您，您都会答应他们一个请求，无需额外的附加条件。既然阿音他们的请求是带走贤竹的仙元，您怎么还能要赔偿呢？三生石，我还没有责怪你擅离幽冥界，你还敢管到我头上来了？这都是修岩殿下的规矩，我说还是说罢了。我可以放人，但交易只有一次。你们不是在找火凤仙元吗？如果换走了贤竹，你们就带不走火凤仙元。可是，贤竹师兄的事情现在更要紧，凤影之事，再想办法。敖哥陛下，我们要贤竹师兄的仙元，凤影的仙元，我们再拿别的宝物来换。正巧，我要的东西就在你们身上。
如果你们同意交换，今天就可以带走凤隐的仙元。我们身上，我要的就是你这只水灵兽一半的内丹灵力。陛下，阿英的内丹灵力乃是她的寿命，我们不可能用这个做交换。一只小小水灵兽的一半寿命就能换凤隐的2分仙元，这买卖怎么都不亏吧？2分，不是1分。阿金，如果我们有了这2分仙元，那凤隐的仙元就有6分了。我同意。我不同意。阿金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就算是拿宝物换，也得凑1000年呢。到那个时候，凤隐的肉体可能早就不在了。你就听他的。阿英，我不可能让你为我的错误做出任何牺牲。不是，别说是50年了，哪怕是1天1刻都不行。倘若他今天是要付出我自己的性命来换取凤隐的回归，我在所不惜。但他要的是你一半的仙元，这代价我承受不起。我不同意这笔交易。陛下，阿英的内丹灵力只有治愈的功效，我想陛下是想用来救人，对吧？那修岩楼广纳各种奇宝来换取与您见面的机会，想必也是出于这个目的。我愿拼尽全力去3界收集奇宝，来助陛下救想救之人。但你若是想要用阿英的灵力来换，我绝不答应。年纪轻轻，口气倒是不小。先做到再说吧。贤主已在殿外候着，若各位没什么事，就赶紧滚吧。贤珠师兄，哎，跟你说啊，他这个人就是嘴硬心软，你们别介意啊。有空的时候多来幽冥界找我玩。嗯，好啊，只要幽冥王不撵我们就行。三生石，你之前说喜欢的那个半神，不会是敖哥陛下吧？嘘。哦。怎么就你一个人煎药？燕爽呢？燕爽殿下见这边处理的差不多了，听说英祖有急事，就先回去了。你这煎的是恢复灵力的药？那你给阿英也煎一份吧，她用灵力治伤，也需要恢复元气。没想到你也会照顾人啊！我还以为你只会被别人照顾呢。赶紧找个药炉去。好嘞。阿英，要不然先休息一下吧。低阶水灵兽的治愈力不堪一用，小仙兽还是莫逞能了。原来是青池宫长宫神使红绸大人驾临，在下有失远迎。见过红绸大人。没事吧？此乃青池宫的安魂丹，可修复贤竹仙君仙元离体之伤。
贤善替大泽山谢过神使大人。谢过神使大人。施主，多谢神使大人赐养。可请古郡仙君出门一叙，我已与仙君有要事相商。姑姑才是青池宫长公，我不过一介小小仙君，何必向我行此大礼？小神君才是青池宫的主人，我随小神君下界留守青池宫，就是为了可以时刻护佑小神君，让小神君可以安安稳稳地重回神界。姑姑一手将我带大，养育之恩我铭记于心，但这下界历练本就是我的必经修行，其中好坏都该由我自行承担。姑姑不要再担心了。小神君是真神之子，身份何等尊贵，岂可一直流连下三界？小神君下界历练，只是为了开启神力罢了，终究还是要回归神位，必有苍生啊！我就知道，姑姑又要说教。姑姑认为神位最重要，但我却认为，我眼下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珍贵的。我身在其中，又怎能不身处留恋？我从没想过要回神界，我只知道在这里，有我未完成的使命，有我的师门同伴，还有我心爱之人。是那水凝兽？姑姑她有名字，叫阿英。小神君三思啊！你可知，你在问天石下以身应劫，换了小火凤仙缘重归的机会，那个时候劫就已经出现了，就是阿音啊。东华飞升前算到，将你们二人结成主仆契，就是为了让你避开此劫。如今，主仆契意外解开，你与水凝兽阿音生情，只会让你的劫生出更多的惊涛，让自己置于更加凶险的境地啊！师尊将我与阿英结契，是因为这个。但我们已收集其4份仙缘，倘若找到剩下的，此劫当解。姑姑安心吧。小神君何苦这般固执？水凝兽无论如何飞升不到神界的，贤主与那人界女子的悲剧就在眼前。小神君是真神之子，与那低阶仙兽之间的沟壑更深万倍不止。你可想过，100年之后阿音烟消云散，小神君独留于世，又当如何呢？多谢姑姑提醒，但纵然阿英去不了神界，我总有办法不回神界。说白了，这真神身份我不要也罢。小神君居然会为了这区区的水凝兽放弃自己真神的身份，你这分明就是年少冲动。这并非莽撞冲动，姑姑，只是我若连心爱之人都无法相守，我谈何立于神位之上，庇护苍生？我心意已决，姑姑不要再劝我，不如祝福我跟阿姨吧。无论怎么看，都是个死局。我绝不可能看着小神君一意孤行，踏入此劫。你说，婉月姑娘和贤珠师兄，谁最可怜？是已经灰飞烟灭、不复存在的婉月姑娘可怜，还是眼看所爱消失，又无法挽回的贤珠师兄？我只知道，
婉月姑娘虽说她不会，但贤竹师兄肯定是要在懊悔中煎熬一生了。但如果再给贤竹师兄一次机会，我相信他一定会为婉月姑娘再拼一次，再赌一回的。我是真的搞不懂这些森严的界限，除了让仙族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，到底还有什么别的益处？是啊，仙竹师兄在幽冥界寻找婉月姑娘的时候，该多痛心疾首。金风玉露之缘，结同心永伴之愿，红线绑定，终身姻缘结成契约，是为姻缘契。姻缘既成，互为仙侣，扶持相伴，大道永共。也没说什么细节。要不要算时辰呢？那要该怎么装扮啊？这么重要的契约仪式，竟然没有讲究？穿什么衣服比较好？嗯？红绸大人，我来与你商量贤主一事。红绸大人，您说，安魂丹虽可平复仙元仙气的动荡，但它心神难宁，重伤难愈，也只有你可助他康复，就看你愿不愿意了。我？之前红手大人不还说水凝寿治愈力低弱，不堪一用，如今我又变得顶用了。你这丫头莫学的牙尖嘴利顶撞我，我是在帮大泽山。
阿因洗耳恭听。仙界的无尽崖下，有一种忘忧仙果。忘忧仙果。此处是3界灵气交汇之崖，只有拥有治愈灵丹的水灵兽才与这结界不相持，所以只有你才能采摘那忘忧仙果。快进去吧，月华照压之时，正是忘忧仙果采摘的最佳时机。别耽搁了。我所做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小神君好。阿姨，贤善，你……我正是担心红绸大人关心则乱，才一直看着阿音。他无论如何都是我大泽山的弟子，我不会让谁肆意伤他性命。他活着威胁的可是小神君和大泽山的安危，你可不要在要紧事上糊涂。你把他给我。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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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兄，发生了何事？红绸姑姑为何在此？小神君莫恼，红绸提及忘忧仙果可助仙主康复，阿音就同门心切，便要冒险一试。阿金，仙界山崖突起骤风，阿音不过是受了些震荡晕了过去，醒来自当无碍了。姑姑明知阿音仙力少见，为何还要告诉她这些？难道没有预料到危险会发生吗？红绸赤诚真心一片，做事若有不周全之处，愿小神君惩处。阿金，小神君，你……我已给阿音打上我的魂印，如若她遇到危险，我会护她周全。小神君何等尊贵，竟为了一个仙兽不惜损伤自己的身体打下。红绸姑姑，我对阿音的心意，护她周全的决心，你应该都清楚。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贤善，你真是妇人之仁，难道你想眼睁睁看着大泽山为小神君挡劫吗？一山安危重，可一人的性命亦是珍贵。即便是低阶仙手，我贤善也不敢任意决断生死。世上诸事，不是都有两全之法？但求尽力而为，问心无愧。在下还有一个不必伤害阿音的避劫之法。红绸大人，不妨一试。此乃妄念笛，用此笛借取元神剑的混沌之力，方可抽取阿进的情丝。今日阿进震动心魂，为阿音打魂印，必会借取元神剑之力酝养恢复。
这正是最好的时机。阿进的情思若去，对阿英的情念也随之消亡了。再叫他二人远离，祸可必解。他最好是有用。阿英，阿英，忘忧仙果呢？忘忧仙果还在，仙珠师兄也会没事的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休息。我会好好休息的。明日还要跟您去节气呢。那还不好好睡觉？阿英，锁死了。你那么喜欢他，我就想把他当做我的聘礼送给你。我想，纵然没有主仆契，能不能有一种姻缘契，让我们一直在一起？我们明日就去演天殿节气。我愿意。这情丝竟这般坚韧。
你拒绝回家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和能耐呢，原来是去和仙族厮混。红叶，你是不是忘了你父王母后就是死在仙族的手里？纵使姑姑态度恶劣古怪，可仙界的确不该是我久留之处。阿九，你怎么来了？阿英，你今日真好看。这个是云清师姐送我的裙子，只有大泽山才会有的云织锦。大泽山真好，灵力充盛，物资丰沛。我们妖界灵地更多，况且还自在，没他们仙界这么多规矩。你要是跟我去待一段时间，你就知道了。阿英，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妖界生活？啊，阿英，哦，疼不疼？我没事。那你有没有听到我刚才说的？说，你，对不起啊，我今天实在是太着急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，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妖界生活？小住一阵子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能长期住，因为阿进在大泽山嘛。阿进在大泽山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啊，你看我都忙忘了，我今日要去跟阿进结姻缘契了。自此之后，当然是一唱一和，同进同出了。你要和古晋结姻缘契？哦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之前允诺你的，等我找到了宁云山，还是会划来一块地给你。届时你想住多久住多久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先帮我看看，这两个哪个好看？都不好看。都不好看。那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哎，那如果阿九。你不会忘记今天要干什么去了吧？你不会是还没起吧？哎呀，起床了！你是不是忘记今天要去干什么了啊？起来，起！阿英，你一大清早干嘛？我还想问你干嘛呢？你为什么要喝酒啊？没喝酒啊。你没喝酒？我昨天晚上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我知道，一定是今日你要跟我去节气。心里呢有一些紧张，所以才喝酒的，对不对？节气，这或许就是你与我大泽山的缘分所在。我将你与古晋结成主仆契，正是机缘所致，不仅对古晋，对你也有益处。眼下，我还不能给你们解开此契约。阿燕，方才我用主仆契感应你，为何感应不到？主仆契。好像真的解了。阿燕，你真的想跟我结契？你不后悔吗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个？我不会后悔的。你赶紧收拾收拾，我在门口等你啊。哦，对了，还是好好打扮一下，跟我搭配一下。
接个气而已，搭配一下，这么隆重。这件节气不难，而且节气之后，你的水凝兽真身就不容易被外人发现。而且我们重新结的主仆器，我们也可以随时断开。等等，不是主仆器，是姻缘器。开始吧。什么姻缘器？姻缘器岂是随随便便就能跟人结的？你最近画本子看多了。我清醒的很，是你酒还没醒吧？今日来结的是姻缘器，不是主仆器。我根本就没喝酒。你怎么了，阿英？什么姻缘器啊？是你说你喜欢我，带我来结姻缘器的。你怎么了？我是喜欢你，但我们是师兄和师妹，这是一种亲人的喜欢，跟男女之情有很大的分别的。我们在人间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你说是亲人之情，并非男女之情。在人间？哦，那不是我们为了帮三生石牵过红线假扮的吗？好，那你如果说与我说情话是演出来的，那你亲我呢？我亲你？你到底在想什么呀？不，阿英，我是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但如果我真的做了什么轻薄之事于你，我向你道歉。阿英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我们不能这样的，你冷静冷静。我不相信。阿金，我能不能再跟你说说？阿金，大泽山的弟子越来越没有规矩了，冒冒失失的闯入小神君的房间，你有何企图？小神君？什么小神君？古晋来自神界，他本叫缘起，是颐和真神和地卷真神之子，生下来就是真神。即便是下界隐姓埋名，他也永远都是青池宫的主人。
怎么可能？他，小神君下界历练，本不该让3界的人过多知晓。可你不知天高地厚，非要纠缠，我不如让你知道深浅，免得让你这个低微的小仙兽有无谓的贪念。你当梧桐岛小火凤降世之时，为何仙缘3界？只因小神君混沌之血也无意流到了火黄玉中，他的仙缘承受不住罢了。小神君为此十分内疚，所以他一直想要找小火凤的仙缘。他来到人界也是为了此事，只不过他因3生石受到影响，所以说的话、做的事本来就不可当真。难不成你还真以为俯视3界众生的真神会喜欢你这种百岁贱命的水灵兽吗？水灵兽是生命短，但我们不低贱。真不真神我不知道，他没有跟我说过。但我知道，阿静跟您肯定不一样。你只管嘴硬，可事实就是，真神是不会对3界的众生动心。小神君下界历练，也是为了成长之后重回神位。他的每一次晋升，真神的血脉对他的影响就会越来越深，对3界的眷恋也会越来越紧。所有的私欲情念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值得一提。你跟他之间根本就是不可逾越的，何必纠缠？姑姑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小神君息怒，我是看这个丫头不知分寸，纠缠于你，也困扰于你，于她也百害而无一利，所以就言明了您的身份，希望她能知难而退。所以，你真的是小神君？阿姨，我不是刻意要瞒你，只是一贯如此。大家知道我的身份之后，难免会有所顾忌。我也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你，阿英。难不成你还真以为俯视3界众生的真神会喜欢你这种百岁贱命的水灵兽吗？仙珠师兄，你伤还未好，不能在外面待太久，要多休息才是的。我好了不少，不想闷在屋子里。得多谢你为我摘的忘忧仙果，只是下次万不可这般冒险了。只怕是难忘忧。这是婉月姑娘吗？用刀雕刻塑像，是婉月教我的，一点一点去完成，反而更加珍贵。只可惜啊，这种日子太短了。你明知道婉月姑娘是个凡人，而天地法则又如此残忍，为何就偏要强求？非我强求，只是卿妻不由心，不舍与他别离。是啊，这根本就是控制不了的事情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他离我这么远，是我无论如何努力也够不到的地方。就算是我想强求，也无济于事吧。阿英，你可是知道阿金的身份了？原来贤珠师兄也知道。整个大泽山，也只有我和掌教师兄知道了。
阿音，你既已支持舍酒，那便狠心了断心中痴念吧。阿音，我不忍心你也陷入婉月一样的境遇。我自以为可以和婉月生死与共，对抗一切，却忘了，永远都是最弱小的一方承受最深重的伤害。我受雷劫天惩，却仍有仙体护身。可婉月呢？她拼尽了她的所有，却还是灰飞烟灭，再无生机。我与婉月相爱，同犯仙界禁忌，可为什么却只有婉月一人独吞苦果？阿音，你千万不要如此，会让你无法承受的。可婉月姑娘说她不后悔，所以我也不后悔。阿音，你万莫陷入执念。想必师兄已经听到方才阿音说的话了。没想到阿音的性子竟倔到如此，红绸大人定不会罢休，还要下杀手。为今之计，只得赶快些将阿金和阿音分隔开。不念不见，方得平安呐。掌教师兄，换我有急事。阿金，此前你在试炼中夺了魁首，本该在天宫赴个职缺，而今天宫即将召开灵妖大会，急需人手，故而召你去战神殿履职。这么突然？也好，我找遍了大泽山，都没有再看到梧桐的痕迹。正好天宫有许多的上古遗册，或许可以有线索。那你收拾一下，出发吧。师兄，那我可以带阿音一同前去吗？阿金啊，阿音已非你契约仙手，未有天宫任职名额，岂能乱了规矩？阿金，天宫对贤主一事，已是为我大泽山留了情面，你莫要再误事渎职，再负了这天宫的脸面。别耽搁了，去吧。师兄，阿英这2日心情不太好，若是方便的话，多替我照顾她，别老让她闷在房间里，替我转达她。等我从天宫休沐回来，定会给她带好多好吃好玩的。去吧。阿音，来。上次你拿回凌云山残土，我们便带着风灵犬凭残土而寻，终于找到凌云山的下落了。便在此处，凌云山一直藏在仙妖边界的幻真林当中。太好了，终于找到凌云山了！谢谢掌教师兄，我这就出发去凌云山。去吧。对了，师兄，我今日去找阿静，没有寻到他，你可知他去哪儿了？阿静已经去了天宫，这段时日都不会回来。他是在躲我。阿音，阿静希望你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会的。那我就先去了。